嗨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， 今天又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传统的点心昂菇粿。传统台式的昂菇粿呢，包的是红豆馅。今天要分享的是金门的花生昂菇粿。大家都知道我是金门的媳妇儿，结婚后第一次吃到金门的昂菇粿，真的惊为天人。尤其其中包花生馅的，真的超级的好吃。今天就要复刻金门的花生昂菇粿。喜欢这个传统点心的朋友，千万别忘了分享这个影片连结给你的亲朋好友哦，因为他们才会做给你吃。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，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。首先要自己来做花生馅，把低温烘焙过的去皮花生连同糖搅打成馅料。我用的是有机冰糖，颜色比较深，不是红糖哦。市售的花生馅呢，含油量跟含糖量都比较高，所以做出来的馅料颜色跟湿度会比较高。因为自己做完全没有添加额外的油，就单纯搅打出花生本身的油脂，所以看起来的馅料会比较干一点。想要更湿润，就搅打更久一点，把花生本身的油脂给打出来。但我自己很喜欢搅打成影片这样的版本哦，超级香，超好吃。如果你想额外添加一些油脂一起打，当然也是可以。原则上只要馅料可以揉捏成团就可以。我们就取25克左右的花生馅，揉捏成团作为馅料。揉成团后就可以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来做皮的部分，这个红色的粉呢是天然的红曲粉，这网络上很多天然的蔬果粉呢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。真的买不到这个红曲粉就不加咯，直接做成白菇粿嘛也可以啦，反正在家吃嘛，好吃就好了。不是红色也没什么关系，甚至你想做成绿色抹茶的口味也是可以。然后记得清水的部分一定要加热到70度以上哦。成团之后呢，再加入油脂，前面配方都给过咯，大家再回头看一下。然后建议可以戴一个料理用手套哦，可以完全不粘手，很好操作。揉捏均匀之后，这个外皮就完成咯。准备来分割外皮，每一份外皮的面团分割成50克的大小。因为我今天的模型呢，总重大概是75克，代表皮跟馅料的重量加起来要是75克。所以我的外皮呢是50克，馅料是25克。当然其实也没有这么严苛的规定哦，其实只要你的外皮能够包裹住馅料就可以了。喜欢馅多的呢，就是馅料比例拉高一点点，但是一定要包得起来，不会爆馅哦。接着呢，在模具当中喷点油，直接把包馅的面团压入模具当中。这个小型的昂菇粿模具呢，也是在网络买的，大家可以在网络搜寻一下。模具上喷点油，就可以拖出漂亮的纹路。如果没有昂菇粿的模具，也可以用月饼模型来取代，甚至做个完全没有纹路的昂菇粿也不是不可以，因为重点是好吃比较重要。不过说实话，可爱的纹路真的很好看，很疗愈。刚才说过也可以做成白色的哦，来做个白色的昂菇粿给大家看。压模的时候呢，就尽量压紧压密，这样等正面拖出来的纹路才会好看。然后说实话，这个也没有什么技巧，大概就是会玩粘土的概念。可以直接按压脱模在烘焙纸上，这样子等可以直接移入蒸笼来蒸，很方便。你看看这个白色的一样粉好看呢，就算变成白龟，感觉也蛮不错的。接着就要来把它们蒸熟蒸透了，任何可以蒸的工具都可以哦，只要可以产生蒸汽。但记得蒸的过程呢，火力不要过大，太大了怕纹路会不见，或是造成外皮变形。怕蒸的过程水会滴在表面的呢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哦，在蒸笼的盖子上面绑上一块棉布。我今天用的是新款九阳豆浆机蒸的功能，没有说一定要用这台哦，大家可以用任何蒸的工具哦，像是水波炉蒸的功能，或者是传统的电锅，甚至是小 V 电子铸铁锅、直火水蒸法，通通都可以。原则上就是蒸汽出来之后呢，蒸个15到20分钟。如果跟我一样用这台的朋友，直接设定15分钟蒸点心的功能。然后再说一次，
任何可以产生蒸汽的工具都可以。因为每次都有人重复一直问，所以就再强调一次，时间到后就可以直接开盖咯。昂古贵就大功告成了。这个没吃完要放冰箱冷藏哦，想吃的时候回蒸一下就好，甚至回煎一下也超好吃哦。花生昂古贵等你交作业咯。I don't know if you have heard that in my world。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，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